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人老了不在于运动，不在于喝水，过了60岁，请记住4项长寿准则。活得久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等于就是长寿，活得久而且身体健康，这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长寿。长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话题，而每一次谈论起来都能够引起人们的讨论和关注。每一个人对于长寿路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，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。从古代到现如今，从国内到国外，我们大家对长寿这个目标的追求一直以来都是没有停止过的。为了追求长寿，有的人会选择过午不食，有的人会选择坚持辟谷，而国外也有人开始尝试基因研究，希望让自己能够达到长寿的目的。人活到多少岁才算是长寿呢？答案是90岁。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年龄进行了相应的划分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划分显示，60岁以后就是老年人了。不过老年人也有着不同的阶段，60岁到74岁是属于年轻的老年人，而85岁到89岁才是处于老年的老年人，而90岁以上就可以称为是长寿老人了。所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，活到90岁就已经算是长寿了，并非一定要100岁才算是长寿。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长寿，不能只看寿命的长短，还要结合身体素质、健康情况、生活能力等的多个方面。对于中老年人而言，可以活到国民整体的预期寿命，其实就已经算是不错了。而在这个基础上，身体健康则会更好，这也是长寿健康的一项标准。人老了不在于运动，不在于喝水。过了60岁，请记住4项长寿准则。1、均衡饮食。各种组织细胞的健康都依赖于吸收身体的营养成分，而营养血液、营养水以及各组织器官骨骼能力是锌元素、钙元素以及磷元素接触营养素的相应关键指标。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，身体里面的代谢系统和消化系统也会逐渐的衰退，而这个根据体检检测到身体的状况，适当的多摄入植物纤维素、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多种营养物质可以有助于加强身体里面的各个器官，完成相应的健康指标。2、充足睡眠。现如今各种各色的电子产品是越来越发达了，很多人都会喜欢在睡觉之前刷一回手机。不仅是年轻人特别爱玩手机，一些老年人在睡觉之前不玩手机的话，也会容易睡不着觉。但是很多老年人本身身体里的褪黑素分泌量就在逐渐的减少，对于睡眠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少。睡不着的时候，他们会更爱的玩手机。每一次放不下的手机，其实都是对生命的敷衍。睡着之前，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手机放在离床比较远的地方，或者是直接关机。可以在睡觉之前听会音乐，或者是读一会书，这样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，也可以说是长寿的标准法则。3、勤动脑。有相关的研究表明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长寿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大家也无法总结出什么长寿经验。但是有相关研究发现，长寿老人都有着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平时特别的爱动脑，也特别的爱学习。最长寿老人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田中利子迎来了自己119岁的生日。面对记者的采访，田中利子仍然对答如流。他表示自己的长寿秘诀就是好好吃东西和学习。勤于用脑的人，大脑血管会经常处于一种舒张状态，以输送充足的氧气以及其他的营养成分，所以可以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，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使全身各系统的功能能够保持在一个统一的协调状态当中。适当多动脑还有助于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病时间，
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程度，使人们更加长寿。4. 保持好心态。一般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特别大的共性，那就是心态特别好，遇事不急不慌。在日常生活里，长寿老人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，但是这一点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。其实心态可以说是健康的基石。若是长期的抑郁，保持负面情绪会容易带来肝火郁结，也会容易导致一系列的疾病出现。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有助于促进身心放松，我们的身体也能够更加的健康。寿命超过了77岁，对当代人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？在我国，老龄化相较于正常老龄化比例而言是有一些偏激的。目前为止，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个国家，医疗水平不断的提升，但是却没有使我国老年人的身体全部的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。很多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容乐观的。根据相关的数字统计显示，我国大约有 2.6 亿老年人存在着慢性疾病，同时还有几千万老年人由于疾病而丧失了自理能力和行动能力。而77岁这个平均寿命指的并非是老人健康的活到了77岁，一些疾病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了，更是有一些中老年人50多岁就开始生病，只是带病生存到了现如今。所以等到人们60岁时，大家就要多注意了。如果想要活到70岁，就需要好好的努力，比如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定期体检，不要操心太多，这样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轻松，也能够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。走路越多越健康，以步数或许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做过，有的人认为可以抢先，恨不得每天走3-4万步，认为走路越多就越健康。其实走路虽然能够给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好处，但是走得多了反而会容易伤害膝盖。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，每天走6000到8000步就很好了。走太多不仅会损伤膝盖，也不利于促进身体健康。想要养成健康长寿的体质，大家在日常生活里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不仅能够促进长寿，还可以有助于让我们的每一天活得更有意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